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赵丽颖恋爱中会严重复出，分手做不了朋友。近日，赵丽颖接受媒体采访，赵丽颖称在恋爱中自己是复出型的。被问到是否会选择和前任做朋友时，赵丽颖称不会。花千骨赵丽颖拜师艰难遇险坠崖。南都娱乐周刊报道，电视剧《花千骨》首播当晚，宣传方在朋友圈兴奋分享成绩，单集收视份额破10，是至今首日播放量最高电视剧，微博话题也达15亿次，并不断以亿计增长。花千骨太红了，红到一个小特效都会遭到网友热议。而对赵丽颖而言，花千骨会是她重要的代表作，但也只是她作为女主角收视大热的作品之一而已。翻开赵丽颖近年成绩单，陆贞传奇妻子的秘密、姗姗来了主演的剧集步步收视爆棚，无论是励志女强人、苦情妈妈还是傻白甜，她都能够随心驾驭。同样，她也是不少片方心中不二的女主角人选。也许去年加冕的金鹰女神桂冠是对她最好的肯定，这位85后花旦迎来了自己最好的时刻。新一任金鹰女神，因为内心足够强大，足够执着。在《花千骨》中，赵丽颖饰演的花千骨为了救心上人，不惜离经叛道，犯下错事，而最后心上人却为了苍生道德反倒背叛并伤害了她。提到这一幕，赵丽颖的感触颇深，但似乎无关爱情。你是一个人走的，身边没有人来帮助你，帮你的人离你远去，等你回头看看，身边已经没有人了。她说她能理解花千骨惨烈的心情，带着过来人的心态。某种程度上，电视剧中的花千骨和赵丽颖用她的话说是可以内心挖掘自己，而不是形式化的东西。他对每个角色都带着只要肯让我演我就好好演，给我机会我就会一定要抓住的劲头，抱着其他乱七八糟边边角角的事情就不要来找我的专注度，并以过程中每一次打击都会激励自己的强大内心走到了如今。而这种磨练似乎也侧面解答了为什么无论哪种类型，赵丽颖似乎都有能力把角色演好。这种成长方式最后带来的确实是成功，尽管在金鹰女神颁奖台上，脚踩高跟鞋穿着裹身礼服的赵丽颖紧张到满脑子只希望不要摔倒，都来不及自我感动一把，但时间终于还是给了她应该得到的荣誉。合作过2次的张翰微博也在某种程度上见证了她的成长。第一次合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她其实会很紧张和焦虑，这是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应对压力的正常反应。而到了第2次合作，他明显已经放松自在了很多。而当他终于成为自己幻想过的电视中的那个谁之后，他也不得不承受着梦想成真的代价。成名走红后，一些所谓的负面绯闻也始终纠缠着他。起初他还会介意和焦虑，但久了他开始学会坦然接受，学会对负面新闻置之不理。我没觉得现在还有黑我的批评和意见是我前进的动力，感谢他们一直关注我，这些东西都是应该面对的，经历过就不害怕。在广州的见面会上，被问到面对黑料怎么办时，他坦然给出了这样的答案：慢热的赵老板其实是性格直率的女强人。长着一张娃娃脸、大大眼睛的赵丽颖，在观众印象中是饰演一些娇俏可爱小女生的，一颦一笑都是可爱和呆萌。但现实中她的性格却并不擅长甜美撒娇，相反，相对其他女明星面对镜头时的巧言辞令和八面玲珑，赵丽颖显得有点乐于表达和不会说漂亮、活络气氛的场面话，甚至有时候她显露的真实个性更接近于男生，直接、简单，甚至有些硬邦邦。张翰用慢热来形容她，
两个人刚开始合作，始终都维持着客气生分的姿态，直到后来发现同是天秤座的两人同样慢热，对事物的看法大体一致，才慢慢的熟络起来。而后来两人又在一起拍了一部电影，合作起来已经相当熟稔和自然。因为我们对对方都很信任，很了解对方，所以合作起来比较有默契。他说，现在我们都会互相发些黑图来调侃对方。第二次合作，两人已经成为关系相当不错的朋友。信任这个词也在赵丽颖口中反复出现，她把这个看成某种信条和标准，如果我信任你，不管什么错我都会信。这种准则并非来自商业社会中倡导的利益导向，而更像是某种就是所谓人情义理的代表。就像他相信张翰，在当张翰暗讽赵丽颖新闻出来时，他还开玩笑发微信逗他，骨子里却从没怀疑过。因为看重信任，所以他很难相信人，甚至表示只有跟一个人认识超过2年以上才能成为朋友。很少有明星愿意如此直率表达这种想法，因为这种想法虽然真实，但很危险，容易让人看上去不亲切，不容易相处。这种直率和距离感，或许显得他姿态高冷，恰恰并非冷漠和虚伪，反而是某种真性情。就像他承认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和工作人员意见相左时自己会无比强硬，但事实上在员工眼中，小赵老板是极细心和好说话的。就像这次，虽然在澳洲每天因为要背折磨死人的专业英文台词没法好好逛，他仍十分贴心地给工作室每个人都背回了一双当地特产 UGG。 要知道那玩意相当占地方又重，又像在广州举行的见面会上，一大波萤火虫赵丽颖粉丝从全国各地赶来应援。当他看到粉丝领队，张口就调侃为什么还没有瘦，又是小赵老板惯有的直率语气。他并不是一个距离遥远却又端庄客气的明星偶像。南都娱乐赵丽颖，男友要像我一样好看，五官端正，喜气洋洋。第一次拍玄幻花千骨，我就觉得演牛的那种，反正特别爽。南都娱乐花千骨又是一部古装，之前拍古装也挺多，应该还蛮轻松的吧？赵丽颖，不，还是要适应的，尤其是这个前期你要穿个大斗篷，我们都顶着40来摄氏度来拍，而且广西不是有很多小虫吗？尤其穿个斗篷就一直在那挠，不少都拍进去了，这下可以做个抓痒的集锦了。南都娱乐剧播出来后，很多观众在吐槽剧中特效，尤其是你吃包子那段，而且白子画都被玩坏成《西游记》的画风了。赵丽颖，哈哈哈哈！其实我就觉得自己快可以做孙悟空了，因为我在戏里一直都是那种师傅那个包子吧。朋友调侃我才知道这事，朋友问我吃包子吗？我还傻傻的，我都不记得当时吃的是什么了，看到截图才知道吃的是包子，看起来还吃得挺香，哈哈。南都娱乐，你是第一次拍玄幻题材，飞天入的，会很爽吗？赵丽颖，但是爽，看是那种爽，如果你受伤了，挨揍了，吊威亚这种戏就挺弱的。你是喜欢武功高强那种，我就觉得演牛的那种反正特别爽，哈哈哈。南都娱乐，其实这种小说改编的剧还蛮容易受到质疑的。赵丽颖，因为先入为主，剧本还有很多限制和规矩，你不能去打破的，有一些改动对原著来说是遗憾的。如果先读小说再去看剧本，会觉得很多东西接受不了，所以现在小说我是不会去看的。对我的性格来说，我会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一看书就变成书粉了，怎么办？南都娱乐花千骨最后为了男主角被刺100多剑，这种感情太虐了。赵丽颖很有感触的讲了一堆台词，可能她触碰到了我生活中的很多东西。没有什么人去接近她，没有什么人去帮助她，
后来有朋友了就很开心。后来被所有人仇恨，为了救师傅背叛了所有人，只能默默去承受。所有的人都拿刀指向他，没有人相信他，最后真心对他好的人都死了。这种巨大的落差，到那个分上没有比他更惨了。金鹰女神，其实我紧张的脚一直在抖。南都娱乐目前花千骨成绩很好，好像从陆贞之后，这几年你发展特别快，自己有这样的感觉吗？赵丽颖，这2年发展我可能只专注剧，在选择剧本方面可能会比较任性，一定要自己喜欢有感觉的，主要要看剧本，因为其他并没有涉及太多，所以专心演戏还是有好处的。南都娱乐，所以一路走来，去年还拿了金鹰女神奖，还是挺感慨的。赵丽颖，是认可吧，是梦想实现了。因为前面几届在家看，当时朋友都说你什么时候能当上金鹰女神啊，多美啊，我说是啊，现在都实现了。以前经常看到龙哥的戏，就想跟他们合作是什么感觉，后来就梦想成真。以前坐在那看那些音乐盛典啊，快乐大本营啊，想什么时候能上去啊，最后都实现了，就觉得认可的人多了才有资格上这节目，就算被黑都是你有资格被黑，觉得也挺好的。南都娱乐，当时拿奖站在台上是什么样的感觉？赵丽颖，我觉得千万不要掉下去，千万不要晃，不然头顶上的大皇冠会掉，哈哈哈。那天让我穿了很高的高跟鞋，关键是衣服，那个裙摆是固定在那个台上，它也会扯到，也不会很舒服的那种。当时我也想站好看一点，有姿态点，它又起在那个高的位置，我是脚小站不稳的那种，所以当时就是满脑子我不要晃不要晃。南都娱乐，所以并没有想象中那种站在台上特别骄傲，说你们看，老娘终于成为女神了。赵丽颖，关键是你一感慨又一晃，哈哈哈哈。最好什么都不要想，这样不会有情绪就不会晃。我挺紧张的，脚一直在抖。其实感慨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回家在被窝感慨就行了。成立工作室，他们在无法反抗的时候会叫我老板。南都娱乐，这2年陆陆续续拍一些电影，这是有意向电影方面转型吗？赵丽颖，因为在我的概念里也没说转型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只有一个年龄上的转型，年龄对于选择题材的转型。人家和我说拍电视怎么样，拍电影怎么样，对我是没有差别的。电视剧我也是用心在演啊，拍电影我同样是用心在演啊，同样是我在演，有什么差别呢？南都娱乐，你成立了工作室了，工作上会有更多的野心。赵丽颖，我成立工作室的原因是我想专注于我的事业，我想有我自己的工作人员来帮我，就是说我要做什么事拍什么戏都是自己来管，没人指手画脚的，我不喜欢有人管我。南都娱乐，所以工作室的人会叫你老板吗？赵丽颖，他们在无法反抗的时候会叫我老板，哈哈，所以你很强势。就是他们没有辩解的理由时就会叫我老板，如果没有产生摩擦就还好。叫你小赵？对，叫我小赵。南都娱乐，你是喜欢商量型而不是喜欢被安排型的。赵丽颖，对，我是喜欢商量，但我也可以被安排，在你给我安排1、2次之后，我信任你具体的安排，我觉得合理，以后我就会信任你，不管出什么错我都会信任你，我先入为主特别严重。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让我特别在意的。南都娱乐，现在也算上升期啦，但总会有人把你以前的黑历史挖出来。赵丽颖，就觉得你可能只要在这个位置，就是会有这样的东西，因为八卦也是新闻的一个板块啊。那我有我的观众，我的演艺事业，那八卦这块我就不去关心干涉，他们也有自己的规则。南都娱乐，你也没有出来反驳过那些负面消息。
比方说不好的出身的传闻。赵丽颖，我现在没有觉得它会影响到我，如果真的是侵犯到我的个人利益或者我的生活，我就会站出来，周围的人都了解我，一个八卦也不会影响我的事业。刚开始我会很难过，就是可能对网上言论很在意，但那段时间已经过来了，现在已经没什么东西还特别在意的。南都娱乐，有些明星会用法律来回击，但你不是。赵丽颖，那也是到一定程度了。每个人都要经历一些事情，吃一堑长一智，它存在的价值就是我吸收了，通过这些事情我也是真的成长了，我也知道怎么做了，因为有了那一段才造就了我的好心态笑，说什么都没关系，以前就很会计较别人怎么看，好不容易觉得自己站起来了，是不是受到重视？媒体朋友怎么不喜欢我啊？但我现在就会以乐观的心态来对待这些。其实每个明星都会有这样问题，但我就没感觉他们也有，老是被问这些问题笑，被经纪人催拍拖，恋爱要等感情稳定才公开。南都娱乐，大概是因为你也没有自曝恋爱和绯闻，好让我们八卦一下吧。你看现在明星找到个对象都会大方公开。赵丽颖，我也想，但我不是没空吗？你看我国外待了1星期，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回来1、2天又要走了。南都娱乐，如果有的话会公开吗？赵丽颖，有的话不会这么着急公开，等我把感情稳定了之后再公开。每个女生都要恋爱的，现在可能会觉得忽略了这一方面，但我不会觉得工作了就不谈恋爱了，这是女生的必经的一个过程啊。南都娱乐，所以赶快和经纪人说不要排那么多工作了，要去谈恋爱了。赵丽颖，她也说你赶紧交个男朋友吧，这样人的状态就没有那么紧张，不会满脑子都是工作，状态会放松一些，可能脾气性格稍微柔和一些，就不会晕在那，分分钟都会抓狂的那种。南都娱乐，所以有理想型吗？圈内还是圈外的？赵丽颖，圈外的你说的话题他可能搭不上，你说什么呢？不理解。如果说圈内可能觉得不稳不踏实，都有好或不好，就跟着缘分啦。理想型就是我自己这样的，比较乐观积极，责任感很强，做事很认真，又有一点点幽默，可以屌丝可以绅士，哈哈哈哈。单身时间长了，就慢慢喜欢自己这一种，就是在一段感情之后，自己越喜欢什么样，你就会变成什么样。南都娱乐，你喜欢小鲜肉还喜欢大叔？赵丽颖，都可以，只要性格对就行。看不看外表？有啊，外表像我一样好看，五官端正，喜气洋洋。南都娱乐合作了那么多小鲜肉，收割了那么多帅哥，对颜值要求不低吧？赵丽颖，还算有的，但我怕大家觉得我太肤浅，哈哈哈哈。南都娱乐，所以你喜欢霸道总裁还是暖男？赵丽颖，综合。我喜欢这种该霸道时霸道，该暖男时又暖，该正经的时候正经，该逗比的时候逗比，又可以屌丝，又可以很优雅，又能承担责任。南都娱乐，好了，你找不着这样的人。赵丽颖，哈哈，如果你要找个霸道总裁，时时刻刻都霸道，你肯定受不了，偶尔霸道一下就行。没性格的人对你的吸引不会很久。你说太有钱了，你罩不住；没你有钱又男女不平等，心里不舒服。那高肯定比你高吧？太逗比又觉得这男人有点滑舌，偶尔逗比一下还挺幽默的，天天嘻嘻哈哈对你笑，看多了也觉得烦。爱还是要综合一点，所以自己变成了女屌。南都娱乐，可能是你演过太多傻白甜的角色了吧？大家会觉得你生活中也是这样的。你是会为了男朋友而变成小女生吗？赵丽颖，我也会偶尔分事，要发自内心偶尔撒娇之类的是会的。我以前谈恋爱就变成了白痴，什么都不懂，
很没有经验的那种。不光性格，情商方面也是，最好等你练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大家都不会觉得对方无聊。所以天天暖男时间长了也是受不了的。南都娱乐，所以你是为他付出的那种。赵丽颖，我是付出型的，很严重的付出型。我是比较传统的女生，你说洗衣烧饭这个东西，作为女朋友是应该做的，不做我心里会觉得不舒服。性格会让人觉得我会很强势，但实际上我默默付出的东西大家是看不到的，只是很吃亏的。南都娱乐，可能你外形比较可爱，就觉得你平时都是那种小可爱型的，其实你是大女生型的。赵丽颖就是那种大女生加点小男孩。为什么我说我有点男孩？就是有时候拍戏他们都喜欢我男装，我做事的时候像男孩，还有一点呆萌，状态比较像 TFBOYS 那种。开始傻乐唱，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攻破偶像防线之快问快答。我不会和前任再做朋友，我们试图用快问快答卸下赵姑娘的心防，给你还原一个呆萌的少女，结果却发现诚如她自己所言，她内心是个大女人加小宅男。南都娱乐，平时什么兴趣爱好？赵丽颖，平时喜欢看看动漫，打打游戏，宅女棒棒哒。南都娱乐，打什么游戏？赵丽颖花千骨，哈哈喂，游戏厂商麻烦请给广告费，如果给我最高配，我就妖神了，6届无敌了，哈哈，让其他人羡慕嫉妒恨。你还真的很喜欢玩游戏啊？就喜欢玩手游，以前老喜欢去万达的游戏厅玩，现在去不了，因为也没时间，兴趣爱好都快没了，像打台球我也会。南都娱乐，爱好偏男生。赵丽颖，对，我喜欢日本的热血系那些，不是后宫戏，不是腐女戏。南都娱乐，现在综艺那么火，会去参加吗？赵丽颖，我不太擅长，也就是会把它作为一个拍戏之余玩的东西。南都娱乐，那美食节目、旅行节目、竞技真人秀、假想情侣，偏向哪一个？赵丽颖，竞技假象情侣也挺好玩的，是不是那个男生给女生制造惊喜的节目还挺好的？关键是男生会不断制造惊喜，比真实谈恋爱还爽。南都娱乐，看韩剧吗？赵丽颖，会的，会挑一些喜欢的看，也会看美剧，因为逻辑思维比较不错，还有它的故事和节奏。南都娱乐，最近追什么潮流？赵丽颖，反手摸到肚脐眼，摸得到吗？专家说了这是有病，哈哈，我使劲摸还是摸得到的。南都娱乐，你练马甲线吗？赵丽颖，我本身有肌肉，所以腹肌的话稍微辛苦点就会有。南都娱乐，会用某图秀修图吗？赵丽颖，会。南都娱乐，有时光机的话，穿越回过去还是未来？赵丽颖，未来。为什么？想去我结婚的时代，看看我有没有变老，早点结婚不就完了？还想看看我老公是谁？南都娱乐，你是网瘾少女吗？赵丽颖，平时拍戏很少拿手机，看动漫会看一下，打游戏会上瘾。南都娱乐，都说天秤座最自恋，你是吗？赵丽颖，没什么自恋，我的自恋是找自己缺点，反省一件事没做好，我会做2次，会自责。南都娱乐，为了变美，你做过最努力的事是什么？赵丽颖，化妆啊，最努力的事情，感叹号，化好妆啊，没有说疯狂减肥或别的手段啊。我没有，你赢了。南都娱乐，觉得你是物质女吗？赵丽颖，就通过自己满足物质愿望的。会拜金吗？会，靠自己挣钱，给自己买一些东西很正常啊。南都娱乐，是选择和前任做朋友的女生吗？赵丽颖，不会。分手不拖泥带水，是。